俄罗斯苏57战斗机正式服役，作为全球第4款5代机，苏57究竟什么水平？俄罗斯人喊话，中国可以购买。中国有必要买苏57吗？近日，一张量产型苏57的照片引发热议。照片中，一架编号为52的苏57战机正在接受测试。而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阿列克谢·克里沃鲁奇科的话，到2021年底，已经有2架苏57第5代隐身战斗机交付给了俄罗斯空天军，分别为机身号蓝51和蓝52。这2架苏57将编入俄空天军飞行训练中心，用于试验训练和探索战术。而量产苏57交付意味着苏57已经正式服役了，这对于俄罗斯而言无疑是一个好消息。另外，根据报道，目前共青城厂已经生产了首批4架苏57。除了在2021年交付的2架，还有2架计划在2022年初交付。这样来看，苏57不仅在数量上远小于中俄5代机，在量产能力上也明显比不上中俄，但好歹苏57已经服役了。这意味着俄罗斯正式迈入5代机门槛，并没有掉队，中美俄3强局面形成。苏57的服役意味着继续 F-22、F-35与歼20之后，全球第4架第5代隐身战斗机正式服役，而俄罗斯也成为美国、中国之后第3个装备第5代战斗机的国家。不过，苏57的服役只能用一把辛酸泪来形容。苏57最初是从 T50 项目衍生而来。在2005年美军 F-22战斗机服役后，隐身战斗机成为大国军事博弈新的舞台，其他国家纷纷推出隐身战斗机项目，而中国与俄罗斯更是投入了大量资金。2010年 T50 原型机首飞，比歼20还要早1年，但由于后期印度从合作中退场， T50 项目受到资金链困扰，一度停滞不前。2017年，俄罗斯方面正式将 T50 改名为苏57，并且计划用该型战斗机取代苏27战斗机，与美国 F-22战斗机抗衡。在2019年的时候，随着计划的推进，俄罗斯方面又透露苏57推出外贸机型，针对印度、亚太等市场。结果在同年年底，首架装备了产品30发动机的苏57量产机试飞时坠毁，这导致苏57的服役计划遭搁置。这一搁置就是近2年的时间。这次事故后，外界一度对苏57的性能表达了高度怀疑，直到俄总统普京亲自拍板，为俄空天军订购了76架苏57，才让战机的研发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。等到2021年正式服役的时候，苏57已经比2017年正式服役的歼20晚了4年。要知道，其首飞还要早歼201年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出，苏57的研发也是一路磕磕碰碰。平心而论，相比较其他3款已经服役的5代机，苏57是综合能力最弱的一个。毕竟我们都知道，如今俄罗斯的军事很多的还是在吃苏联的老本，底子虽然不错，该有的都有，但是在创新性上则显得惨不忍睹。比如在雷达系统、机身材料、隐身能力上，苏57都被认为是最弱的5代机。这也与多年来俄罗斯军工创新能力停滞不前有关。毕竟，如今俄罗斯的经济体量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广东省，加上西方多年来的制裁与武器禁运，俄罗斯能研发苏57已经算是拼了老命了。当然，俄罗斯也明白苏57的自身不足，因此将苏57定义为多功能性，在多种复杂条件下夺取制空权，精确摧毁空中和地面及海上目标。换句话说，苏57的定位不在于精，而在于广。其他国家5代机能干的事儿，苏57也能干。虽然不谈效率多高，但至少要领先4代机。另外，在苏57的设计上，俄罗斯人也采用了扬长避短的方法。隐身能力并不是俄罗斯人的擅长，但俄罗斯军机公认在机动性上表现优秀。于是，俄罗斯人把苏57的隐身设计放在次要地位，在保证超声速巡航和超机动性能的前提下，尽量兼顾隐身。另外，与4代战机相比，苏57装备了全新的航空电子系统，集攻击机和歼击机功能于一身，并且采用较大的内埋弹仓，可携带8枚空空导弹，还可以搭配 S-70猎人无人机组成中程僚机体系。虽然说外界对苏57质疑声不断，但不可否认，苏57的确能与4代机拉开档次，成为一款合格的5代战机，同时也是俄罗斯最强的战斗机。不过，为了今后苏57的良性发展，俄罗斯人还必须考虑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资金从哪儿来。这也是俄罗斯将苏57定义为售卖品的原因。为了推销苏57，俄罗斯可是费了很大的劲儿。
不仅有总统亲自站台，苏57这些年来也没少在国内外航展上露面。在俄罗斯看来，苏57的潜在买家包括中国、印度、东南亚、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。只不过问题就是，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外客户表示要购买苏57，尤其是印度表示不会考虑从其他国家购买隐身战机，而是要靠自己研发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苏57的销路并不畅。为了与 F-35争夺市场，俄罗斯人必须想办法将苏57推销出去。而俄罗斯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。前面提到的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阿列克谢·克里沃鲁奇科就曾喊话称，中国应该成为苏57战斗机的首个买家。俄罗斯人认为，中国上次采购24架苏35战斗机后，可以继续延续俄制战机的采购。另外，中国购买苏57，一来可以为这架战斗机打广告，毕竟中国这样的国家都买了苏57，间接证明了苏57的实力。而且中国购买苏57之后会直接刺激印度，印度也大概率会跟着下单，就像 S-400防空系统一样。只不过问题就是，拥有了歼20的中国真的会买苏57吗？歼20作为主打空优的隐身战斗机，与主打多用途型的苏57还是有些区别。不过苏57能干的活儿，歼16、歼07也能干，中国并不缺乏这类型的战斗机。而要说苏57是一款隐身多用途战斗机，目前中国正在测试的 FC31战斗机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。如果将来 FC31再推出一款空军版的隐身战斗机，也就是外界传言的歼31，那么其用途就与苏57有些重合了。不同于当初中国购买苏35是为了填补歼20服役之前的空白，苏57对中国在空军体系上的作用可能还真不如苏35战机，更比不上当年中国依靠苏27来救火。不过这也不是说中国完全就不能考虑苏57，苏57对于中国最大的吸引力可能就是航空发动机了。不可否认，俄罗斯在航发领域的经验比中国强得多。虽然首批量产型苏57将采用 AL-41航空发动机，中国不一定能看得上，但如果换上了产品30发动机，那对中国还是有一些吸引力的。产品30发动机是俄罗斯专门为苏57打造的新型矢量发动机，该发动机目前还处于正在试飞测试的阶段。俄媒曾经表示，产品30发动机的最大推力达18吨，比 AL-41发动机节省燃料30%，其推力要比 F-22战机使用的普惠 F119发动机推力更足，能使苏57战机在隐身状态下达到2马赫的巡航速度。航空发动机又是中国的短板。尽管中国为歼20发动机研发的涡扇15发动机目前进度也很顺利，但多一台可借鉴的5代机发动机总不会吃亏。只不过这就要求俄罗斯出口的苏57就不能是阉割版发动机了。另外，作为共同抗美的队友，中国在俄罗斯军事领域为其输血也是有必要的。基于政治考虑，中俄需要维持一定的武器贸易，因此苏57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可以但没必要。中国不需要大量购买苏57，但少量买一些也是可以理解。